论是极致的工艺设计、强大的 AI 人工智慧应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甚至是大数据，都可以视为下一个世代的科技元素之一。不过，相比起这些，专注于拍照的手机界单眼，专注于极致录影的怪兽级摄影手机，也不断地颠覆消费者对于手机的想象。而相比起这些针对主流市场所进化的手机 ，ROG Phone 的使命就是填补这块针对重度游戏玩家以及注重极致游戏效能的使用者所推出的电竞手机。而对邦尼来说，在手机同质化相当明显的今天，专注于特定领域的手机，除了提供使用者更多选择之外，也让未来的手机市场带来更多想象。究竟手机电竞是否能够再次颠覆大家想象？废话不多说，一起来看看由 ASUS 所推出的电竞手机 ROG Phone。这次邦尼所收到的是 ROG Phone 的行李箱大全配版本，在包装上直接浮夸的提供了一个霸气十足、印有 ROG logo 的登机箱，也让邦尼想问一句：这个行李箱究竟有没有单卖啊？而在内装部分，采用触感相当细致的泡棉，牢牢的固定住所有的配件。而这么多配件，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来说。在行李箱的外观设计上，我们可以看到轮子的部分。等一下，不对啊，我们要看的应该是手机吧？有道理。看回来，手机主体包装在设计上也跳脱以往四方的盒装，采用了更多的棱线设计，在还没打开 ROG Phone 之前就已经霸气外露。在手机本体的外观设计上，以横向作为主要的设计框架，采用前 2.5D 第6代大猩猩康宁玻璃以及后 3D 曲面第5代康宁玻璃，在主体结构上采用金属中框，并且在手机侧框部分采用了一整圈的钻石切割处理，两者的结合也让拥有许多棱线设计的机身在手持握感上也还算相当不错。背面部分使用了电竞感十足的双材质拼接设计，拥有整片的玻璃机身外，更在机身右侧随着棱线加入了一整块更阳刚的不规则拼接区域，并且加上了镀铜金属片，除了点缀，也能帮助机身的散热有更好的效果。而在镜头跟指纹辨识器的外观设计也非常具有巧思，除了采用不规则的六角设计，高低上则是一凹一凸，有助于手指盲操作，降低误触的机会。机身配置上，右侧有电源以及音量按键，左侧则拥有侧边的 Type-C 传输接孔，底部也还有一个 Type-C 传输接孔，你可以自由选择最适合充电的方式，也不会妨碍游戏操作，并且完整保留游戏玩家最需要的 3.5mm 耳机接孔。说到这边 ，ROG Phone 既然身为一只电竞手机，没有 RGB 的灯效就感觉少了些什么，所以 ROG Phone 的背面大大的败家之眼，也支援 Aura RGB 灯光效果。你可以选择静态的单色、呼吸效果的脉动、一闪一闪的平凡，以及七彩的色彩循环。邦尼则是更喜欢色彩循环，在变换的速度上也可以透过自定义设定进行切换。整体来说 ，ROG Phone 除了带进满满的电竞元素外，也带来 ROG 一直以来在电竞品牌的良好血统，在茫茫机海中确实更独树一格，带出门败家之眼，自然就会自体发光。ROG Phone 既然身为电竞手机，在萤幕部分搭载6寸18:9 AMOLED 显示器，并且支援 HDR。Always On Panel 色域上则是达到了108%的 P3 显示效果。华硕也特别强调 ，ROG Phone 采用的是90赫兹1毫秒的 AMOLED 显示器，而非对手阵营采用的 IGZO 面板，在显示效果上会有更优异的表现。不过，这还需要等待其他电竞手机来到台湾，才有机会进一步测试了。音效上则是搭载5磁铁的双喇叭，在两边喇叭都拥有独立的 NXP 9874扩大器，实际听下来，除了音量更大外，重低音也相当饱满，针对游戏玩家爽感还是相当高的。而华硕所推出的 Air Triggers 超音波触控，使用上虽然类似 HTC 的 H Sense， 但不得不佩服华硕脑筋动得非常快。
ASUS 的 Air Triggers 在触控上更灵敏外，反应时间也更短。所以华硕将 Air Triggers 配置在整条机身侧框上，使用上类似传统游戏手把的 LR， 不用购买其他游戏手把，手机本身就已经有隐藏的 LR 按键，只要进入游戏就可以设定点击 Air Triggers 后要转换成点在荧幕上的哪个位置。实际体验上还是相当不错的，玩狂野飙车这类双按钮游戏相对来说更加顺手，实用性确实相当高。在游戏效能体验部分，邦尼会分为效能体验以及大全配两个部分来说。首先，我们就先来说说硬体以及工艺设计吧。ROG Phone 采用特选超频版 2.96GHz 的 Qualcomm Snapdragon 845处理器，并且搭配 8GB 的 RAM 以及最高 512GB 的 ROM， 技术上采用 UFS 2.1， 并且也可以透过游戏中心开启效能加强的 X 模式。开启后，除了能拥有更好的性能表现外，也会限制背景 APP 运作，以及套用针对特定游戏的优化效果。搭配上 Air Triggers， 挤一下 X 模式就会开启，所有的 icon 跟背景都会同步变成红色的效能模式。在手机背面的 Aura RGB 上也会自动调整到 X 模式的灯效。而如果你有装上 Aero Active 散热风扇，也会同步针对 X 模式散热最佳化。拥有极致效能的 ROG Phone， 散热就成了当务之急。华硕采用了全新的 3D 液态均温散热系统，在底层电路板上装设液态均温板外，并且透过全铜中框导热技术，将温度尽快带到表面，再经由最上层的石墨散热板尽快将温度导出。搭配上专属 ROG Phone 的空气动力 Aero Active 散热风扇，透过相对安静的小风扇，利用空气动力将风带向手机的表面，让温度能有效降低。实际体验上也相当有感，即使连续游玩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游戏，在手持部分也都只有温温的，散热效果上相当不错。在量化性能上，安兔兔在 X 模式下正式突破30万大关，跑分达到301666分，应该算是目前效能最强劲的 Android 机台之一。以下邦尼也提供 X 模式以及普通模式的跑分数据。不过，邦尼也发现到，在 Geekbench 4 3D Mark 上开启 X 模式后的反复测试分数居然更低，这点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确认。当然，更完整的测试，欢迎到 isbonny.com 浏览详细数据哦。ROG Phone 以目前的状况来说 ，ROG Phone 几乎可以应付所有的游戏场景，不论要玩什么游戏 ，ROG Phone 绝对可以胜任。所以，如果是重度的游戏玩家 ，ROG Phone 绝对可以让你放心。而在续航测试上 ，ROG Phone 搭载4000毫安时的电池，在80%到20%的电力测试中，打开 X 模式达到9小时33分。在续航力上，单纯日常使用1天1充还算足够。但既然买了 ROG Phone， 应该多少会玩游戏啦，所以还是建议带颗行动电源出门。充电协议上则是支援 QC 4.0 以及 PD 3.0， 搭配包装随附的30瓦充电器，则可以启动 Hypercharge。在回血上相当快。大家都知道 ROG Phone 非常浮夸的用了登机箱装入了这次所有的配件，邦尼也来一一介绍。除了随机附送的 Aero Active 散热风扇外，华硕也针对 ROG Phone 特别推出同样设计风格的专用保护壳，拆装上采用的是3段式拼接设计。不过稍微可惜的是，装上后没有办法再加装风扇，所以要使用任何配件都还是必须拆下来的。接下来介绍的是邦尼最喜欢的，也是最推荐大家购入的 TwinView Dock 双萤幕游戏底座。在装入 ROG Phone 之后，除了下方一样拥有6寸的 AMOLED 萤幕直接变成双萤幕之外，喇叭也从2个升级变成4个。如果手机没电 ，TwinView Dock 也能变身6000毫安时的行动电源。除此之外 ，TwinView 一样拥有独立的外挂散热风扇、耳机接孔、USB 3.1 Type-C 接孔以及 SD 卡槽，能够更有效地降低表面温度。操作上 ，TwinView 拥有实体的 LR 按键，可以透过 Air Triggers 的设定选项直接使用，并且2个萤幕都可以独立操作。例如，下面在滑邦尼的网站，上面在看邦尼的影片，或是下面玩游戏，上面查攻略、开直播等等。并且根据 ASUS 官方提供的文件，接下来 ROG Phone 将会跟更多游戏厂商深度合作。
例如在吃鸡的时候，下面是游戏画面，上方就能够显示地图或是武器清单，让显示的资讯更多，操作也更顺手。在游戏的外接扩充上 ，ASUS 也推出了 Type-C 5合1扩充底座，包括网路、HDMI、2个 USB 3.1 Type-A 接孔，并且提供一个 USB 3.1 Gen 1 Type-C 接孔进行资料传输，或是 PD 3.0 加 QC 3.0的快速充电。而如果想把手机变成电脑也是可以的哦。华硕也推出了桌上型游戏基座，在运作上需要额外供电，使用手机附赠的 Type-C 充电器即可，将 ROG Phone 插入后，再接上萤幕、键盘、滑鼠，就能够使用更大的萤幕、更好操控的滑鼠来玩游戏。尤其是玩 FPS 射击类游戏的时候，基本上更像是开挂式的存在。而在扩充方案上也非常齐全，机身配置了包括有线网络接孔、4个 USB 3.1 的 Type-A 接孔、USB Micro B 3.0 接孔、SD 卡卡槽、耳机以及麦克风输出接孔，并且配置了2个 DP 输出接孔，在后面这个接孔更可以支援高达 4K 60Hz 的画面输出。最后就是离游戏机更进一步的 GameVice 游戏控制器，不过在使用上则会建议跟 WeGig 无线投影基座搭配使用。透过华硕推出的无线投影基座，除了能够将 ROG Phone 中的画面同步到大电视之外，802.11 AD 每秒的速度更高达 4.6 Gbps， 换算下来大概是每秒575 MB。所以更重要的是 ROG Phone 透过 WeGig 无线投影基座，在使用上几乎感受不到延迟，所以搭配上 GameVice 游戏控制器，在熟悉按钮位置后，基本上可以达到看着荧幕盲操作，真正达到意义上的游戏手把。而控制界面上也相当齐全，包括2个类比摇杆、发射按钮、十字、ABXY 按钮 ，LR 也是给到各2个。透过设定过后，在使用上会更顺手，也期待有更多游戏针对 GameVice 进行优化。ROG Phone 在拍照上采用主流的 IMX363 1200万像素的感光元件，光圈大小则来到了 f1.7， 并且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第二镜头则是120度的广角相机，在部分场景上相当实用。而在拍照上，不论是 Pixel Master 的附加功能，或是 AI 场景辨识，ROG Phone 跟 Zenfone 5Z 系列机种差异并不大。不过 ROG Phone 并没有因为是电竞定位就放弃拍照，在定位上一样是给到旗舰配置，也继承了 Zenfone 中不错的拍照体验。邦尼也提供几组样张供大家参考。当手机已经走到2018，做出一支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手机是更实在的。而 ROG Phone 的使命就是打造一台更符合电竞需求的旗舰手机。在外观上 ，ASUS 带入了满满的电竞设计元素，也让 ROG 在电竞市场多年的潮流工业设计正式踏入手机，也确实有着更不一样的手机设计思维。而在影音娱乐部分，不论是荧幕或是喇叭，绝对是目前市场上前段班的表现，也更能够体验到手游更完整的影音效果。效能部分，邦尼就不多说了。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845 2.96 GHz 版本的处理器，在性能跑分上突破30万大关外，游戏体验也绝对不用担心。而 ROG Phone 大全配，在每件配件上都能够看到满满的设计巧思。实际体验上 ，TwinView Dock 绝对是外出玩手游的首选。后续针对游戏支援的双萤幕更新更是令人期待。GameVice 搭配 WeGig 的解决方案，更能够达到零延迟，真正达到看着电视荧幕玩手机游戏的解决方案。而桌上型游戏基座，则是能让操控更容易，也更符合以往玩电脑游戏的直觉，或是直接插上键盘、滑鼠、网路线，也可以当成简易的文书机使用，相当方便。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高效能的旗舰手机，ROG Phone 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即使不玩游戏，ROG Phone 也是一款诚意满满的旗舰机种，也期待有更多厂商能够加入到电竞手机的市场，以及 ROG Phone 未来会如何进行更大的市场布局了。好啦，本期节目结束啦，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ROG Phone 进行投票，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你还想知道 ROG Phone 的哪项功能，或想看的产品测试。对了，快点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加入 Line@ 跟我们讨论。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是认真冰吗？认真超冰，有个你知道现在天气有点冷，然后它经过这个风扇出来其实很冷的。帮你，今天的成绩是2，第2名。耶！